想象一下，现在是凌晨2点半，你正准备要进入深层睡眠了。就是一天中最累、最想睡的时候。没错，突然你的手机荧幕亮起来，是你另一半传来的讯息，他完全没有问你睡了没，也没有说晚安。那他说什么？他直接命令你立刻起床，开车跨越半个城市，只为了帮他弄冷冻牛肉面。哈，冷冻牛肉面，这听起来太瞎了吧？对，更瞎的还在后面。当你试着安抚他，说现在实在太晚了，而且女生半夜自己开车有安全疑虑的时候，他不但没有体谅你哦，他反而冷冷地回你一句：“你被扣分了。”甚至还威胁你说：“那我要找别的女生来我家弄。”哇，这真的很像是什么劣质8点档台会出现的荒谬剧情哎。对啊，但这真的不是剧本。这是真实发生在台湾拥有100万订阅的超高人气 YouTuber 身上的核弹级分手内幕。真的，我们要透过这场沸沸扬扬的那个牛肉面事件，牛肉面事件，对，来带你彻底拆解一下现代亲密关系里面那种很隐蔽但破坏力超强的权力不对等，就是大家常说的情绪勒索，或者是 PUA 机制，到底是如何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悄悄运作的？没错，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都直接进入这场风暴的中心。好，其实整个事件的起因是这位 YouTuber Joe Man 跟美妆创作者萧一，他们结束了2年的关系。原本外界都以为这就是一次和平分手嘛。对，但萧一突然在深夜连环爆料，他坦言说，这2年的关系里面其实充满了过多的谎言。真的，我看资料里写，他原本以为的幸福彻底破碎了，甚至在文字里面很无奈的感叹，觉得自己连炮友都不如。哇，连炮友都不如，这句话真的很重哎。对啊，看完那些细节，真的会让人不禁去思考，关系里的信任到底有多脆弱。没错，首先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一个被藏在豪宅里的女网红。藏在豪宅里，这听起来就很有问题吧？对，资料指出，Joeman 隐瞒了一位身兼租客身份的女网红存在，而且他们2个人甚至还高调的飞去日本跨年庆生哦。交往了整整2年，身为正牌女友的萧一，竟然对这个女生的存在完全毫不清楚。真的就是毫不清楚。然后呢，更让人傻眼的细节出现了。对话截图里面还提到了一位 T 开头的台湾 AV 女优。哇，又出现一个新角色。关于这位 AV 女优，资料里面显示的情境是这样的：周满曾经向萧一谎称说他已经到家了，因为心情不好，想要一个人耍飞休息。听起来也很正常的报备啊。结果实际上，他却被抓包是私下约了这位 AV 女优去吃 omakase， 甚至吃完还开车载对方回家。等一下，我们来稍微停一下，理清这个状况。omakase 就是那种师傅帮你配好食材，讲究浪漫跟隐私气氛的高级无菜单料理吧？对，就是一顿吃下来动辄好几千块，甚至上万的那种。那当他被抓包之后，他给出什么解释？他给出的解释是，他跟这位 AV 女优只是兄弟关系。兄弟关系，这就很耐人寻味了啊！你什么时候看过兄弟之间会偷偷摸摸瞒着另一半，跑去吃那种充满约会氛围的高级无菜单料理？吃完还上演温馨接送情哦。难怪萧一会气到直接在讯息里面要求他去做全套性病检查，这真的超瞎的。其实这带出了一个亲密关系中非常关键的心理学现象耶。怎么说？就是这种以兄弟或者是纯房客为名义的越界行为，它往往不是单纯的社交，它是一种策略。策略？你是说他故意的吗？应该说，他是在利用模糊地带，不断地测试伴侣的底线。懂了。当你发现不对劲，然后提出质疑的时候，对方如果用你想太多了，我们真的只是兄弟，是你太敏感来反驳你。这在心理学上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煤气灯效应。也就是说，他透过否定你的现实认知，来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太神经质了。没错，煤气灯效应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摧毁你的判断力。哇，这招真的很可怕哎。对啊，一旦你开始觉得，也许真的是我心胸太狭窄，
关系中的基本信任就开始产生裂痕了。然后权力的天平也就从那一刻起彻底倾斜了，对吧？没错，对方等于拿到了定义这段关系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专属话语权。信任一旦瓦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失控。这就带我们进入了这一次事件最高潮的地方，也是让无数网友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核心，就是那场发生在凌晨2点39分的牛肉面对话。根据萧毅公开的对话记录，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他们2个人在经历了一场争吵之后，时间来到了深夜。凌晨2点39分，周面突然传讯息给当时人在林口的萧毅，要求他立刻开车去他家，只为了帮他煮一碗冷冻牛肉面。我其实有点困惑诶，我们客观来看，情侣之间互相要求帮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一般来说是啦。对啊，假如我今天生病发烧，我请另一半半夜帮我出门买碗热粥，这大家都会觉得是单纯的爱与照顾啊。没错。为什么今天换成要求煮牛肉面，在学术资料的分析里就被归类成极具压迫感的心理操控了？这两者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界限就在于需求的合理性，还有它背后的动机。愿闻其详。如果你生病了需要热粥，这是一个基于生存与健康的真实需求嘛？伴侣的照顾是基于同理性，对，这很合理。但是凌晨2点半要求对方开车跨越半个城市来煮一碗自己随手就能微波或是加热的冷冻牛肉面，这听起来就很不合理啊。对，这个需求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合理的，而这种不合理性正是这场权力游戏的核心。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其实根本不是为了解决肚子饿，不是为了吃那碗面。完全正确。结合资料中那份从学术心理学视角出发的观察，这在亲密关系中被称为权力异化。权力异化。对，他要的根本不是食物，而是一次服从性测试。哇，透过逼迫伴侣在极度不合理的时间点做出极度不合理的妥协吗？没错，他是在确认自己在关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这感觉就好比老板在周末深夜叫你回公司弄一份下个月才要用的文件。对，这个比喻太精准了。老板不是真的急需那份文件，他只是在测试你对他的指令能顺从到什么地步，对吧？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萧一当时的回应其实非常理智哦，他试图安抚对方，提议说：“宝，现在快3点喽。”他说可以帮忙叫外送，或者隔天再去，并且很明确的提醒对方，女生半夜自己开车有安全上的疑虑。结果呢？他怎么说？九妹完全拒绝妥协，她抛出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语录，她说：“我不要，我要现在，现在来才是有诚意。那我要叫别人帮我弄了。”哇，面对伴侣对于人身安全的合理担忧，他居然选择完全置之不理耶。对啊，这句话不仅展现了极度自我中心的压迫感，更巧妙地引入了一个心理学上的操控机制，叫做替代性威胁。就是那句“我要叫别人帮我弄了”，这听起来就像在说你是可以被取代的。是的，刻意引入一个虚拟或是真实的竞争者，能瞬间激发伴侣在亲密关系中的排他性焦虑。就会让受控方产生一种深层的恐惧吧，就是觉得如果我不顺从他的每一个指令，我就会失去这段关系。对，别人就会取代我的位置。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人往往会被迫放弃自己原有的底线，哪怕那牵涉到自身的安全。把人逼到角落，然后告诉他你不做，后面还有一排人等着做。这真的是很残酷的心理战诶。非常残酷。而且更荒谬的是，他接下来的对话完全把伴侣给物化了。怎么说？对话记录显示，他在讯息中提出了一个评分制。评分制在感情里打分数吗？对，他告诉萧一，只要他现在愿意来帮他煮面，就能把之前吵架扣掉的分数加一些回来。哈？他还很冷酷地表示，他现在的分数跟其他女生一样了。哇！当萧一很受伤地回复他说：“我是我，不是别人，我不喜欢你这样的时候，他有收敛吗？没有啊，他依然我行我素地回。总之，你被大扣分，需要弥补。我好想吃牛肉面。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吧？把活生生的伴侣当成游戏里的 NPC， 随意加分减分。这正是这段对话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确实。
我们都知道周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节目叫《周是要对决》嘛。哦，对，那个节目的核心就是评分与比较。学术分析很敏锐地指出，他就是把这种节目里的平等机制直接搬到了私密的亲密关系中。等于他把伴侣的价值彻底数位化了。没错。所以在这段关系里，女方不再是一个有独立情感的人，而变成了一个必须透过不断提供劳务和顺从来赚取点数的账号吗？说得太贴切了，这就是一种极致的去人性化操控。真的。当你被套入这样一个评分系统时，你会永远处于一种我不够好，我随时会被降级的焦虑中。然后控制方就高高在上，掌握着随时给你打分数的绝对权利，这真的会把人逼疯哎。是啊，而且当萧一拒绝在半夜出门的时候，他还反问他：“你都不愿意付出，可以爱我比你爱你多一点吗？”哇，这情绪勒索开到满呢。他还说：“都不付出能结婚吗？”甚至抛出一句：“有爱的会直接开车来了。”什么叫有爱的会直接开车来了？这根本是偷换概念吧？在学术跑系中，这被称为道德崇高化与捆绑。这名字听起来很专业。其实这可以说是最高级也最隐蔽的情绪勒索手法。所以他是把一个极度荒谬甚至罔顾伴侣安全的生理需求，也就是半夜吃碗冷冻面，包装成了衡量真爱与浪漫的绝对指标。没错。所以如果我不去煮面，我就成了那个不够爱你、不愿意为婚姻付出的坏人。这顶大帽子扣下来，谁受得了啊？这就是 PUA， 也就是精神控制最核心的运作逻辑之一了。将剥削包装成真爱。哇，这真的会让受害者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耶。对，你会开始检讨自己是不是真的太自私了，是不是自己破坏了这段感情，进而达成受害者在精神上的自我规训。把剥削当浪漫这种荒谬的逻辑一曝光，网络上真的是立刻炸锅了。真的炸锅了。资料里提到女星郑家纯，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鸡排妹，她也公开发声抨击了。她说了什么？她质疑的非常一针见血哦。她说，所以她找人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半夜想吃什么的时候有人煮给她吃吗？哇，很直接。对啊。难道所谓的婚姻就是找一个半夜随叫随到的免费家政妇？其实舆论的反应之所以会这么强烈，就是因为这种行为触碰到了大众对于现代平等关系的底线。没错，而且社群上网友的嘲讽真的超精准。哦，有什么好笑的梗吗？当时流传一个极度有共鸣的笑梗，网友说，半夜4点肚子饿，应该自己去吃刘妈妈凉面，而不是逼女友开车过来煮面啊。哈，刘妈妈凉面，这真的是突破盲点。肚子饿了，台湾到处都有24小时营业的店啊，自己想办法解决生理需求很难吗？用这种事来威胁伴侣，到底算什么？真的，随着舆论的延烧，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周们后来也在深夜发出了一篇道歉声明。哦，对，那篇声明。这份声明在公关操作和心理学上同样非常值得我们探讨。根据报道，这篇声明主要传达了几个点。首先，他特别澄清萧一不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强调女方有自己的事业和能力。对，说他从未想过靠他得到好处，这点算是帮女方洗清了外界酸民质疑他把男方当 ATM 的标签。确实。接着呢，他承认自己在这段感情中有很多做错的地方，说了不成熟的话。他怎么自责的？他说，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象，是我自己没有好好珍惜，弄掉一个真心爱我的人。我这里要稍微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哦。好啊。我们客观来看，他这篇道歉文其实把姿态放得很低耶。是吗？对啊，他承认自己不是好对象，也把关系破裂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甚至还帮女方澄清了最容易被攻击的财务问题。听起来好像很负责。对啊，从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看，这难道不算是有诚意的在扛起责任吗？表面上看确实如此，这也是这份声明高明的地方。哦，所以里面有玄机咯。但如果你仔细拆解它的结构，从公关与心理学的深层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份非常标准，甚至可以说是教科书等级的渣男式致谢声明。怎么说？他不是都认错了吗？问题就在于
他认了什么错。愿闻其详。这种声明的最大特点是使用高度抽象的自我贬低。例如说我不是好对象，或者是说我不够成熟这种吗？没错，他用这种抽象的话来掩盖具体的伤害行为。哇，你仔细回想一下，这整篇充满自责的长文里，他有解释那个藏在豪宅里的女网红吗？没有诶，他有解释那位去吃 omakase 的 AV 女优吗？也完全没有。有解释那套荒谬的扣分制和凌晨2点半的冷冻牛肉面吗？只字为题。这就是重点。他用一种模糊的感情摩擦，或者是说我不成熟的框架，把明确的越界、说谎、精神控制和物化伴侣等具体事实全部打包带钩。哇，这招真的很高明诶。所以在公关操作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用抽象的道德自省来回避具体的责任追究。可以举个例子吗？这就像一家企业如果排放有毒废水被扎到，他们出来道歉时不说我们违法排放毒水，那他们说什么？他们会说我们在环境保护的承诺上做得不够完美，我们辜负了社会的期待。哇，这个比喻太震撼了。对吧？也就是说，他营造出一种我已经把自己骂得这么惨了，你们还想怎样的受害者氛围。没错，试图降低大众的攻击欲望。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面对真正的问题核心。完全没有。他不提牛肉面和 AV 女优，因为那些是无法被社会常理正当化的具体行为。所以他只能打出我不够好这张万能的感情牌来转移焦点。对，这是一种试图用温和的自责来掩盖实际权力控制与背叛事实的策略。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用一句我配不上你，把所有恶劣的行径全部轻轻放下。幸好现在的群众也是很清醒的，大家还是看破了这层公关糖衣。真的，回顾这整起事件，萧一选择把这些极度私密，甚至可能让他自己感到难堪的对话截图公开。这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对，报道中提到，他表示是因为收到了太多私讯，得知了更多过去被蒙在鼓里的事，加上觉得有些受害者碍于身份无法发声，他才决定站出来。他公开这一切，不只是因为个人的心碎，更是希望揭开这种隐蔽的控制手段，让大家有所警惕。没错，这起牛肉面风波，真的就像是一本活生生的防范 PUA 教科书。是啊，他血淋淋地向你展示了，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防范意识有多重要，坚守你个人的底线又有多关键。确实如此。真正的亲密关系，无论外在的光环有多大多亮，其核心都应该建立在平等、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真的，当一段关系中开始出现以爱为名的威胁、恐惧，或者单方面制定所谓的评分制时，这就已经偏离了爱的本质了。对，它变成了一场充满压迫的权力角力。没有任何一种爱是需要你用恐惧、委屈、自身安全和贬低自我价值来换取的。说得太好了，这次的深入探讨带我们看见了浪漫糖衣包裹下的控制欲。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延伸的思考问题给你。在我们日常的关系中，我们常常会把妥协当成是爱的表现。我们总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了对方改变一点、委屈一点有什么关系？这是很多人会有的盲点。对，但如果一段关系的存续必须建立在你无底线的迎合对方的评分标准上，甚至把你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的免费劳动力，这真的是爱吗？这真的值得深思。当下次有人要求你跨越自己的底线来证明你的爱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先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现在到底是在测试你的爱，还是只是在测量他手里的那条牵绳，看看能把你拉得多紧？这个问题值得你好好去深思。